你嫁给的是一锅排骨汤，而不是他，你知道吧？这个家里面人当时反对，现在听起来的理由是你的年龄比他大，是吧？对。可是结婚以后发现，是不是年龄不是问题，其他的反而是问题了？对。哦，说说吧，有什么问题现在？我因为是一名医护工作者，至少1个礼拜3、4个夜班，觉得挺累的。对。晚上下夜班，有一次本来打好电话说来接我，可是到下班的时候没见到他人，也不知道人去哪儿了。我到家门口，发现他的车刚进小区门口。我那天啊，正好就是跟朋友一块出去吃饭嘛，计划中确实就是想10点钟去接他，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嘛。那你给我打个电话啊，你可以告诉我说你来不了了呀。一开始上下班都是接送我的，即使你不接送了，还不跟我说实话，你让我怎么想？心里。我不是说去楼下接你吗？谁知道你这么快就到了？你怪他下班早了是吧？那你没来接我，你出去跟同学玩了，吃好喝好了。我呢，我到楼上呢，你至少也给我点份外卖呀。没管我，我自己到最后楼上我自己点的外卖，连问都不问我。就是说他不心疼人，是这意思吗？对，一点都不心疼我。我不是也给你买过早点吗？那天这么热的天，我给你买的早点。你还说买早点呢？您知道早点买哪儿？买我脚上去了。不是，那是什么意思？有一天早上我歇班，然后他就问我：“你吃早点吗？”我说：“吃。”你吃什么呀？我说：“你随便买点就行。”回到家里，气哄哄把那个早点吃早点吗？你说这个我还生气了。我那天早晨起得挺早的，到公司处理一些事情，然后处理完之后天气很热，我说问他，我说你吃什么？我给你带回去吧。我本来就是想好好表现一下嘛，然后发现自己没带电梯卡，我给他买完早点之后，我说你给我摁下电梯吧。他就是很磨叽嘛，让我在电梯里困了很长时间，基本上得有。你可以走上来呀，你非要让我给你按电梯吗？4楼又不高，你可以走上来呀。然后到家之后，他更过分，就是进门之后就跟我说哎，你催什么呀？那个我这不给你摁着了吗？本来就是，你给我打完电话，我立马穿上衣服去给你按电梯了。我哪天我下班的时候忘带电梯卡的时候，我让你给我按电梯了吗？我不都是自己爬楼了吗？那你那个态度就明显就不对了。我态度再不好，你直接跟我说，那你不是把早点拽我脚下吧，还一脚把凳子踹到地上了。我直接我就扔垃圾桶里了，扔垃圾桶那溅到地上了，就真到你了。你多大的脾气，至于让你把早点拽我脚下？你一点都不关心我，当时我就特别伤心。这么热的汤，他问都不问我烫没烫脚，当时我就特别伤心，然后我就拽门而出了。可是我没地儿去呀，我就坐在那个蛋糕店里，我坐了1个多小时，他也没打电话问我，说是你回家吧。那我不得在家收拾卫生吗？撒了一地，我不得收拾。边上的爷爷奶奶在蛋糕店问我，这孩子怎么了呀？大早上这么哭这么伤心，那小孩也是，阿姨你别哭了，你怎么了？快回家吧。那我也不是没找过你。他都没给我打电话，那我等你电话，我伤心呐，你都不关心我。那我有一次我找过他。他说他在咖啡厅，我自己骑着自行车，也是天气很热嘛，然后我去骑自行车去找他，然后第一个咖啡厅没找着，我又去第2个咖啡厅，然后骑了大概得有5、6公里嘛，2个咖啡厅都没找着，我给他打电话，我说你在哪儿了？然后人家就跟我说我在家吹着空调了，我已经打车回家了。对，你惹到我就不许我惩罚你吗？那你有这一次之后，以后谁还敢找你？那以前怎么都找，现在就不找了？你就是不心疼我了，脾气变得越来越大。不仅踹凳子，还摔手机。摔谁的手机？摔他自己的手机。自己的。为什么摔自己的手机？他敢摔我的吗？我那天我在家打游戏，出了之后就是有点生气，然后他就在那边就是对我冷嘲热讽，那样说哎，因为你菜呀，你怎么样啊？你菜还不允许我说，那我说一句你就把手机扔了吗？还不止扔这一次。是还有一次，是因为冬天的时候。天气凉，电池可能用的就是不是很经用嘛。他是给我来一句，你直接扔了吧，冷嘲热讽的那种。那我说话你怎么就这么听话呢？我让你扔你就扔，平时我让你干个别的你怎么不干呢？打我俩结婚，他胖了40斤，我就担心他身体发胖啊。我说你去医院验个血糖吧，体检一下吧。那你的目的就不纯。正常人不是很正常吗？啥叫目的不纯啊？他呀让我验血糖，就是想让我自己在家玩游戏的时候呢少喝点饮料。他天天喝饮料，1天3餐离不开饮料，必须得喝。但是我不是为你身体着想吗？不是考虑到以后吗？我也不抽烟不喝酒，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，我就喜欢喝个饮料，就这点他都想给我剥夺。
我不是关心你吗？你一点都不体谅我的苦心。你们俩这日子过得特别像过家家啊，不像结了婚的人，像谈恋爱后期准备分手那个家。在父母面前也是特别让我操心。我们俩其实现在这种状态，父母根本就不知道，因为我不想让我爸妈看笑话，验证了他们心里所想的。啊，被验证了是吧？这算夫妻之间小摩擦，哪个夫妻没这点事儿啊？脾气情绪谁都会有嘛。平常日子怎么样过的？我就希望他多操心一点事儿，这生活上我就操心罢了。工作还得我给他操心。以前啊，他工作刚毕业那会儿，在自己家里上班，觉得父母管得严，父母管得太多，太约束，不自由，从父母那儿辞职了。然后不网约车不挺火的吗？跑网约车吧，也行。跑网约车，告诉我不行啊，外面太受罪了。那你大早晨的时光这么好，你不睡觉干嘛？你起这么早，你那有事儿，我没有事儿，我爱起。你看一点上进心都没有，我就这么操心，这么着急，他现在就跟孩子似的，天天长不大。对，那没办法嘛，你找了个孩子嘛，这你得认呐，对不对？可是现在他乱花钱，天天打所有的游戏都得充值，买皮肤、买背景、买会员。那你玩游戏的乐趣就在这些，那你有什么用不啊？买不花钱有什么意思？你有这钱攒着不行吗？你非要去买游戏那些不实际的东西。那我就是买了游戏，我也没缺你吃，没缺你喝的，也没缺你穿的。你要我要的是这些吗？我所有东西我也可以自己去买呀。他现在也特别懒，因为我上班忙，我就希望他能勤快一点，因为他比较闲嘛，在家里做做卫生什么的。可是他做卫生请保姆。那他天天的总是嫌我这儿做的不行了，那儿做的不行了，这儿不干净那儿不干净的，那我又不是。本来就是嘛，那你做卫生，你说你厕所的地，你不得拿那个刷子刷嘛？你就拿水呲两下就完了，那叫做卫生吗？那我也不是专业干这个的呀。你觉得不乐意，那我就找专业的这个保洁卫生的阿姨。那你做卫生为什么每次都得等到我歇班的时候跟你一起做？我一个人做卫生没有动力。你不知道我上班也很累吗？不是，你到底今天想来干嘛呀，姑娘？我就希望他能成熟一点，把钱花在刀刃上，不要花在没用的地儿。其实我们俩现在有点存款，我就想。不是，你们俩这么造还有存款呢？就是结婚那会儿的，我就希望攒点钱，然后买套属于自己的房。哦，买房啊！对，现在房子是租的是吧？不是租的，都是我们俩结婚头他父母给的。这不是有房了，干嘛还买啊？对啊，所以说他就是矫情。我想买套房，属于自己的房，至少我们俩吵架的时候，他说滚的时候，至少我还有地方去。因为有时候吵架，他说一些狠话，他说你滚，他说滚这词儿的时候，任何人想起来，你说这不是我的家，你说让我滚，让我去哪儿滚，我能去哪儿？家里还离这么远，所以我就想买套房，属于自己的房，我至少有地儿去，我就给自己找点安全感。哦。所以你其实突然发现找了一个是家庭条件不错的小少爷，是吧？他心理压力对吗？太大。你是个少爷吗？不是，我都靠自己努力。车是谁买的呀？家里买的。房是谁买的呀？家里买的。娶媳妇儿的钱谁给的呀？家里给的。现在打游戏买皮肤，买完皮肤以后还能维持生活那些钱从哪儿来的呀？就是工资嘛。工资够吗？够吗？不够不有存款吗？有什么存款从哪儿来的呀？家里给的吗？对呀，现在听明白了啊。他现在想法太多。你说俩人吵架嘛，可能说一些就是稍微狠点的话，也很正常。他要让我滚的时候，我自己也没地儿去。我不也是？你可以去你爸妈那儿啊，抬脚就到了。那我能什么事儿？咱俩一吵架，我就往我父母家跑。我一吵架就往父母家跑，那能行吗？我不也是自己买套房？那我吵架的时候有地方去啊。那为什么这思维方式不是说以后我们不吵架了，而是说买套房有一个能避难的地方呢？我就是不想让他买房，也是这个原因啊。就是我不想让他，就是说因为外面有去处了，他就更肆无忌惮的跟我吵架，然后我更找不着他。是我跟你吵架吗？是你一直拱我火，你不理解我，别再那么幼稚了，行吗？好，所以你把你的要求说明确一些。我就希望他变得成熟一点儿，能更体谅我一点儿，脾气变得小一点儿，别我说一句话你就骂我。不是，我觉得你应该就赶我，变得成熟。是，我觉得你应该换个老公。你说的是另外一个人，不是他。他当初不这样，他当初很好的。
恋爱的时候你当初也不这样，特别好，脾气也好，对我也好。现在还炖排骨吗？不炖了，以前他是掌勺的，我是二厨，就管切菜的。现在大厨二厨都是我。那你为啥不干了呢？都给他教会了嘛。他就是不心疼我，教会了他就不干了。如果他改不了，咱怎么办啊？改不了，换老公。真打算好换了哈？他要不改的话，那就换了。害怕不？还行吧。你看，潜台词叫无所谓，所以这个关系就要命了。也不是完全不害怕，你毕竟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我也希望他在一块儿。可是他有时候发起脾气来的时候就是很凶，对我这说话夹枪带棒的，总是冷嘲热讽的跟我这说话，就跟原来真的是就是判若两人，一点都不一样了。所以你也不快乐是吧？对，男生的逻辑是我们现在过得好好的，你干嘛那么折腾？是这意思吧？对啊，我就是说还想换车了嘛，他总是还那什么。不是拿什么钱换车呀？就我俩存款嘛，换车。你说怎么想呢？你换个车到手里不就成二手的了吗？那不贬值了，有什么用啊？就一心想着玩。那你就一直就想买房，那买房咱俩现在首付也不够啊，那点钱，你就买辆车早点享受不行吗？永远这么不切实际，不成熟。听明白了，手里还有一些结婚时剩下的存款，是吧？男生想把存款买了车了，女生想把存款变成房，是这意思吧？即使不买房也行，你心疼我，不跟我吵架，你把脾气改一改，咱俩这和和睦睦的过日子，不挺好的吗？现在我俩这种状态，我不想验证我父母的话，不想让父母担心看笑话。啊，听懂了，都听懂了。过去自己认为的那个温柔的丈夫不在了，变成了一个不上进的男人。男人心里面那个过去那个体贴温柔善良的女人也不见了，变成了一个凶巴巴的管理自己的二妈，是吧？对。所以问问老师们应该怎么办？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两位好，先来温馨提示一下啊，网友第一次见面最好不要到对方家里去，安全最重要啊！不管是炖排骨汤也好，炖鸡汤也好，最好不要喝，明白吧？明白。也不是说给你们俩听的，提醒电视前的观众朋友。现在跟男生来聊一下啊，现在这个天气不适合工作，啊，有点儿。但是所有人都在工作，只要你是在工作领域当中，包括今天，我们大家都坐在这儿，那我们可以不去吗？你就是惯的，就从小家境优渥，然后呢，什么事儿都不用你操心。当然，你会自动的觉得说，我有这样的条件，我没有后顾之忧。但是他不行啊，他有危机感啊。哎呀，我老公天天就在家打游戏，那我们的未来怎么办呢？我不能伸手问公公婆婆要钱啊，这是他的难处。再来，家庭有分工，啊，有些人可能出去比较忙，有些人在家里更多的照顾生活，你可以选择其一。因为我就愿意在家待着也行，特别好，咱把家料理得明明白白的，媳妇儿大半夜的回来了，不用你现做，就热一口就行，哪管是买来的，热一口都行，您也不管。而且不要误读，他对你的那个让你少喝饮料就是关心，不要误读，不要指责，这是婚姻当中你应该去感受的爱，明白吗？女生也是一样的，我听下来，她应该是经常去接你上下班吧，晚上。对。那偶尔有一次没去，你跑我们这儿说什么？不要揪着那种鸡毛蒜皮、芝麻大点的小事儿，她更多的时间是去接你的。像这样的男生，经常夜晚去接女人下班的，就是好男人。而且你说他变了，他没有变。你们俩怎么认识的？打游戏的时候认识的。他一直就喜欢打游戏，以前就这样。那他没有变啊，是你自己越来越焦虑。我也非常的理解你，但是你没有必要把这种焦虑的情绪放大。你选择的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他也是关心你的，
你们彼此是有关心和爱意的，更多的去感受。然后男生一定要改变，吃爸妈吃不了一辈子的，还是要自己去努力的工作，好吗？好，知道了，老师。祝你们幸福。好，谢谢左岩老师。我问丈夫2个问题：你当初结婚，除了爱以外，有没有考虑过今后婚姻当中他能够多照顾你一点？考虑过。你也想过，因为他比你大4岁，对，可能更多的会照顾你。另外，你们在平时生活当中发生矛盾，是不是就像刚才这样的针尖对麦芒，非要争一个是非对错的？是的。确实，只要彼此相爱、彼此珍惜，谁大谁小，真的无所谓。但有所谓的是，如果我们一旦把这样的一种年龄落差的心理带到了婚姻当中，有时候就是一颗颗的定时炸弹。你妻子说你现在不成熟、不成长，甚至脾气越来越大，变化太大，这一点我认为他说的是有依据的。因为当初的你在他眼里是非常有志气的一个年轻人，你能够离开父母去开网约车，这就是志气。但是你为什么现在泄气了呢？我甚至感觉你的这一些不成熟、不成长，似乎是人为的，甚至是故意的。特别是你结婚以后，你是一个丈夫啊，丈夫是有家庭责任，是有婚姻责任的。等到妻子回到家里，如果你在忙工作，哪怕在外面奔波，你不会有怨言，对吧？对。关键是回来以后，你像蜘蛛一样的挂在网上，在玩电脑，玩得不亦乐乎。我想没有一个妻子受得了的。你的心态其实就是你当年结婚时候的心态，我比你小4岁，你就应该照顾我的。小伙子啊，这个是不对的。已经走在一起，是夫妻了，那就是妻子和丈夫，不存在着什么姐什么弟的。但是作为妻子，你也有问题啊。就刚才说的，从你刚才和丈夫的这种交流的方式，你的语气，让我感受到你在平时事事都会针锋相对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家它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，家是一个讲情的地方。家庭当中的很多的生活琐事，并不是一定要争出一个是非对错的。如果非要这样，那家就不是家了，没有办法过这样的日子的。我希望你三思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国红兄。张先生、刘女士，你们好啊！哎，我刚才听你们俩那个吵的，就是特别难受，鸡毛蒜皮、斤斤计较、互不相让，特别难受。但这就是婚姻生活的一个真实写照。大部分的家庭都是在这样的争吵当中度过的，因为什么吵？就是这些鸡毛蒜皮、这些琐碎，谁都过不去。大家走进婚姻会有一个误区，会觉得我们这一段关系是非常安全的，这是一个安全地带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在这个安全地带里面肆意妄为。当琐碎发生之后，两个人不会第一时间想到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，而第一时间想到的永远是抱怨、埋怨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认定对方，我娶回家了，或者我嫁给他了，一定不会跟我离婚的。所以那就作吧，闹吧，我不让你，你也不让我，我不为你着想，你也不为我着想。这就是大家进入婚姻的一个误区。也就是说，在结婚的前几年会被这种琐碎磨掉我们之前很多年的感情。所以大家会说，为什么一结婚这个人变了？不是人变了，是关系变了。所以如果你们两个人好好的去探讨一下你们的家庭计划，想一想共同的目标，而不是混日子，让这个女生看到生活的希望，女生也让男生感受到生活的温暖，那你们这个日子能过不好吗？
放下执念，放下对抗，你们想要的才会出现。谢谢。好，谢谢山大老师。男生虽然有错，但至少他表里如一，不像你口口声声说我要找一个有上进心、有责任的男人。你在跟他结婚之前，除了那碗排骨汤之外，你就应该知道，他是一个没什么上进心、没什么责任的男人，对吧？嗯。你还不是找了吗？可是他之前也答应我。他答应，你说句心里话，你明明知道他达不到，但是他的父母实现了你们的婚礼的操办，帮他实现了这一部分功能，所以你才结了。咱扪心自问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咱们不能秋后算账啊！结了婚之后说我要的不是你这样，你说呢？你说他不上进，你何尝上进？我告诉你，我一点都不支持你买房。为什么？买房的钱是收份子钱，对吧？你们的婚礼是谁操办的？谁的钱？父母。所以你的份子钱应该还给父母。你有什么资格买房？更别说买车了。所以谁也别说谁。他虽然没有成长，他虽然不负责任，但他从头到尾他就这样，他也没变过呀。如果要说你有问题，只能说你的行为做事不太像个男人，啃老，不求上进，不愿意吃苦。所以我认为的就是，既然找到一个这样的男人，不要一时的苛求他迅速成长，自己的老公自己找的，自己认账，慢慢教，谁让你找的呀？你适当的独立起来，慢慢，不要求你很快，至少也做一个有血性的男人。少一点苛责，多一点以身作则，再多一点鼓励，那人心不坏，共同进步，好吗？就这样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女生啊，其实都不体谅。你要体谅他，他去给你买了早点，等着那个电梯上不来，心怀感激的，一定是急急忙忙穿上衣服就跑去给他按电梯。别说4楼远不远、近不近的，这时候赌气的话，他会很高兴吗？所以我们有时候往往会忽视这个，更在意我们自己的感受。家庭生活当中，你越在意自己的感受，你会发现问题越多，因为那个人毕竟不是你。相反，我倒觉得在家庭生活里面，多为对方去想，你会发现这日子过得相对的顺溜一些。罗老师说你不是男人啊，现在是男孩啊，成为男人就努力就好了。剩下的事儿你们自己来吧。你们是想肆无忌惮的吵，还是想真的变恩爱？自己琢磨吧。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你讲的这些东西我基本上已经知道了。如果你要是以后能对我不要再乱发脾气，不要总是对我冷嘲热讽，不要这么任性的话，我也愿意去为你做些改变，努力上班挣钱，然后跟你一起买套房。我也是希望我们可以好好的。我就是希望你能够变得更成熟一点，别再像长不大的孩子一样。我也尽量多体谅一点，不再总跟你抱怨。如果你能做到你现在所说的，我会考虑考虑。如果你做不到，我不知道咱们是否还能继续。可是我也需要时间的，我也不是说立马就能改变的。行了，专门后面两个人好好想想吧。谢谢两位的分享，请回吧。其实从这段感情开始的时候就是一次冒险，这段婚姻更像是一次冒险的旅程。在这个旅程当中，他有自己的想象和希望，但是这船能按他的想法开吗？我看悬。
好了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下载金鱼 App 和万事达手机客户端，进入到天天卫视的直播聊天室，边看边聊。直播过后，也可以通过金鱼 App、天津 FTV 网络电视、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观看本期的节目。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、爱奇艺、搜狐视频观看节目的完整视频。来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，请开门。来，有请小话筒。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就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来，这送给您。谢谢你们的分享，谢谢秦晖。谢谢。